大家好，天冷蒸包子别再提前发面了，教你一妙招，这样做出来的包子外皮雪白松软又劲道，馅料鲜内不出水，不放鸡蛋不放肉，家人都说比吃肉还香。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绿萝卜放在案板上，先把它的头部去掉，然后再用擦丝器擦上细丝。擦好之后，直接放入提前烧开的开水锅里，给它焯一下水，这样可以去除萝卜一部分的辛辣味，并且萝卜的颜色也会更加翠绿。大约焯水30秒左右，把萝卜烫上就可以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入一个篮子里，控干萝卜丝里边的水分。这个萝卜丝不要用手挤，保留一点水分，吃起来口感会更鲜嫩，并且营养也不流失。这样控干水分之后，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切一下，也不要切得太碎了，稍微的切几刀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熟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先加油能锁住萝卜的水分，在下一步腌制的过程中，萝卜不容易出水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给它切成条，最后切成豆腐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3个洗干净的香菇，先给它切成条，再改刀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这是我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，用厨房剪刀给它剪得碎一点。剪好之后往里面倒入1勺老抽，上一点颜色，看着更有食欲，并且粉条也不容易粘连在一起。搅匀之后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吃起来会更香。1小块生姜，给它切成末，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放入我们切好的豆腐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里边的水分炒出来。炒至8面金黄，然后把粉条加进来，香菇也加进来，再放入切好的葱花和姜末，再次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炒出葱香味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直接放入萝卜丝里面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1勺五香粉或者是3香，1勺蚝油，再加入1勺甜面酱，增加酱香味儿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哇，好香呀！像这样我们的萝卜豆腐馅料就调好了，先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和个面团，碗中倒入4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搅拌均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，往里面加入200毫升的温水，水温大约35度左右，再加入4克的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然后再放入一个蛋清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加入蛋清做出的包子皮，柔软劲道，口感非常的好。搅匀之后再慢慢的倒入准备好的面粉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我们包包子和面要和的稍微硬一点，这样包出的包子形状比较好看，并且吃起来口感香软又劲道，越嚼越香。搅拌成像这样的大棉絮状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1勺猪油，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加入猪油做出的包子油亮有光泽，吃起来雪白松软又香甜，并且揉面的时候也不粘手。最后揉成一个稍微偏硬一点的面团，不用发面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再多给它揉一会儿，揉的时间越长，做出的包子更加的劲道好吃。大约揉了5分钟，揉成像这样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，取出来一个剂子，用手整理一下，按扁，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边缘薄、中间厚的包子皮，像这样就行了。
然后放入刚调好的馅料，用自己平时习惯的手法包起来。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。全部包好之后，均匀的摆放在蒸锅里，中间留点空隙，留出醒发的空间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放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先不要开火，给它醒上20分钟。20分钟看一下，我们的包子生胚体积明显增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再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又焖了2分钟。好啦，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又白又胖，好漂亮啊！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就是熟了，给它取出来，放入盘装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绿萝卜大蒸包就做好了。看一下，雪白又松软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掰开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颜色漂亮，味道鲜香。咬上一口，外皮酸软又劲道，馅料鲜嫩又入味儿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不放鸡蛋不放肉，比吃肉还香，营养又美味。这样做出的包子不用提前发面，非常的节省时间，短时间就能出锅，当早餐也非常不错。关键是家人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专案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天冷要多吃红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红豆的新吃法，不打豆浆，不煮粥，很多朋友都没吃过，做法非常的简单。我家1周7次吃不腻，出锅连挑食的孩子都抢着要吃。首先，我们把买回来的红豆倒进大碗中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然后把水倒掉，再加入适量的温水，没过红豆，把红豆最少浸泡6个小时以上，也可以提前1晚上泡好。这是我泡了1个晚上的红豆，红豆的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给它捞出来，放入盘装，把它整理平整，这样熟的比较均匀。然后把它放进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30分钟。接下来大碗中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颗酵母粉、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倒入适量的温水，边倒边搅拌。这里水的温度不要超过35度左右，如果水温过高的话，酵母粉就被烫死了，那样面团就发不起来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用温水，一直搅拌成像这样粘出的糊状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盖上一张保鲜膜，放在温水锅里发酵至2倍大，这样可以节省发酵的时间。时间到了，咱们的红豆已经蒸的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用手轻轻捏一下，非常的绵软，这样就说明已经熟了。给它取出来，趁热往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一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放凉备用。大约30分钟的时间，咱们的面糊也发酵好了，看一下，发了满满的一大碗，表面有很多小气泡。然后把放凉的蜜红豆倒进来，用筷子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顺便给面糊排一下气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搅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3个漂亮的小碗，将碗的底部、边缘都抹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比较好脱模。再往里面加入几个洗干净的葡萄干，好看又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孩子们特别喜欢，也更好脱模。然后用一个勺子舀上1勺面糊，倒进小碗中。这里面糊不要倒得太满了，倒7分满就可以了。依次全部给它放好，接着用勺子把它表面整理平整。
再撒上适量的黑芝麻增香。家里没有黑芝麻的，撒一点白芝麻也可以。然后把它放进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生胚已经发了满满的一碗，然后再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再开大火蒸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先不要着急打开锅盖，把它再焖3分钟，防止塌陷。好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一股浓浓的红豆香味扑鼻而来，太香了。用手按压，能迅速回弹，就是熟了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再把碗倒扣过来，给它脱模。哇，底部也非常的漂亮，蓬松又渲染。发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红豆发糕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红豆发糕比面包松软，比蛋糕还好吃。大家看看，里面满满的红豆，看着就好吃。尝一下，非常的渲染又鲜甜，比在外边买的面包好吃多了。关键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卫生无添加，家人吃着放心。自从学会这样做，连我家爱挑食的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。做法超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